虽然猜测离谱，但是不一定错。且如果真是这样，杀人动机就成立了。魏婴捧着本子慢悠悠地蹭回来，蓝湛道：“怎么样？可能性55分吧？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灰尘，灰尘。大城市里污染向来严重，灰尘满天飞，桌上一天不擦也能落满灰尘。可是这房间肯定是有专人每日打扫的，哪里来的灰尘？魏婴顺着蓝湛的指示弯下腰去看台灯底座的缝隙，拿手电筒照了半晌，奇怪道：“什么灰尘？这不是挺干净的吗？”原来如此。可是蓝湛，钥匙怎么能运上桌子？绳子加珠子可以做到，那弹珠怎么处理？刚出口，魏婴忽然想起什么，嘴角重新勾起，原来如此。那么问题就只剩下凶器了。与此同时，穆小姐也回到了现场。魏婴请求搜身，两位小姐同意配合，不多时，她们身上带的东西就都摆上了桌子。可惜的是，两个人身上都带了针线。魏婴盯着两个人带的东西想了一会，开口道：“两位身上带饰品了吗？”穆小姐脱下了手腕上的翡翠链子，秘书小姐摘下了自己的珍珠项链，也都是珠子。魏婴轻轻皱起了眉，她在屋里来回踱了2圈，思考自己究竟还漏下了什么讯息。就杀人动力来说，穆小姐可能性偏大，可毕竟也只是自己的猜测，可能人家跟宋荣根本半点关系都没有呢。正想着，她眼前突然飘过了什么东西，她一愣，抬头去找，发现是被吹起来的沙发盖巾。她忽然觉得这一幕十分熟悉，搜寻进记忆深处，灵光一现。她顺着找到的线索一端来到窗边，正午刚过，阳光还很强烈，打在青年的脸上，叫人看不清轮廓。下半身黑红色的劲装在地板上映出修长的身影，魏婴也同样被戴上了假发片，没有了平常的嬉皮笑脸。此时此刻的他居然展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气。然后他突然勾起了嘴角，杀气尽散，原来是行走江湖的少年侠客。原来如此，魏婴轻声道，觉得有点可惜。毕竟身在异国他乡，他温柔的真的很像自己的姐姐。当魏婴再次坐在两位小姐面前，楼下的客人们已经被放行了。穆小姐，你送李董事回来的时候进屋了吗？我进了，待了7、8分钟，差不多吧。你还碰过李董事对不对？我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呢？没有其他了。魏婴微微一笑，道：“穆小姐，可否借你针线和手链一用？”请便。这间密室其实很好制作，魏婴一边道，一边穿针引线，扯出合的适长度，再用针引线2次穿过翡翠珠子，打结，将手链固定在了线上。只需要这样，再将钥匙穿过去，钥匙上的孔比珠子小得多，这样它就可以被珠子固定住，顺利的被拉上桌子。然后魏婴起身，将线绕在台灯底部，拉着两端撤出门外。屋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紧盯着门缝，手链被塞进来，略大的翡翠推着钥匙一点点地挪上桌子，然后剪断钥匙那一侧的绳子，就可以抽走。蓝湛道。魏婴在门外剪断了绳子，轻轻抽动，钥匙虽然被带动，却因为钥匙串的重量没有被绳子拖走，线被抽走，密室完成。魏婴推门进来，道：“手法是这么个手法，这就是为什么台灯底下没有灰尘的原因，线也一定被处理掉了。至于为什么附近的垃圾桶都找不到，是因为凶手并不是扔进垃圾桶里的，而是扔进了电梯缝里，对不对，穆小姐？”房间里再一次陷入寂静，连穆小姐柔柔弱弱的声线也变得清晰了起来。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魏婴微微一笑，将手里的线一点一点缠上手指，又松开，道：“不明白没关系，你可以听我说，也许听着听着就明白了。你送董事长回到房间，就立刻勒死了他，机械性窒息5分钟致死，但其实人体3分钟之内就会停止挣扎。我想李董事根本不是在交代你主持大局，因为这一次时装秀本来就是你亲自规划的，他是想告诉你恐吓信的事，然后让你回到会场后不要远离我们。但是你说你根本不知道恐吓信，所以你送董事长回屋之后，大概根本跟他没有交流。李董事的肩膀上也同样沾有你身上的香脂，说明你们有过整理衣领以外的肢体接触。穆小姐，
短短7分钟里，你们在屋里到底做过什么？穆小姐沉默了一会，轻声道：香脂也许是早上我来帮她换衣服的时候沾上的。说得通。于是魏婴继续往下分析。我刚才说过了，人体3分钟后就会停止挣扎。李董事丧失行动能力之后，你用凶器继续勒住他，这很简单，只需要在脖子后面打个结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一边杀死他，一边进行你的伪装，包括藏匿凶器、准备密室和收拾着装，对不对？穆小姐没有出声。凶器就是你的发带，没错吧？魏婴道：你不用骗我，这是你原来那一条，我见过它的样子。那你说，穆小姐抬起头，盯住魏婴，我把它藏在了哪里？你把它缝在了窗帘上。我刚才已经找到了，就在右边那帘的角落里。这是你早就计划好的杀人计划，你是一个设计师，我相信这屋里的装潢和服装的准备都是你的主意，包括窗帘和发带的颜色，以及从桌子到门口的距离。同样的，把一条小小的发带缝上窗帘，对你来说2分钟非常足够了。我们假设李董事从电梯回到房间里用了1分钟，你花了3分钟让他失去意识，1分钟制造密室，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缝窗帘。虽然时间比较紧，但是并非不可能。魏婴一口气说完，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穆小姐的回应。你说的很有道理，魏先生。穆小姐道，但是你没有证据。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我缝上去的，上面也可能有李董事的指纹，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见过我发带什么样子的只有你，可总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我曾经佩戴过的东西。这是我包下的酒店，我订的房间，我亲手布置的窗帘，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看窗帘花边好看，所以才下来做了发带，又补了另外的布条上去，这也不可以吗？蓝湛轻轻皱起了眉。穆小姐这套说辞反驳得有理有据。魏婴没有吭声，只是看着面前这位心思缜密的女孩，觉得有点悲哀。这么聪明的姑娘，若走的是正途，一定前途似锦吧。我要查的不是李董事的指纹，魏婴道，声音轻轻的，而是我的指纹。穆小姐，案发前在大厅见面的时候，你的发带曾经飘到了我的手臂上。穆小姐明白了什么，微微瞪大了眼睛。是我亲手把它拿下去的，所以窗帘的那一角发带上一定沾有魏婴的指纹，这也是穆小姐曾经佩戴过它出席会场的铁证。发现尸体后，我在第一时间戴上了隔离手套，旁边也一直有人监督我的行为，我不会陷害你的。魏婴道，你当时在会场接近我们，就是想让我们帮你完成不在场证明，对吧？那么，请问穆小姐，为什么沾有我的指纹的你曾经佩戴过的发带会被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换下来？你是为了掩盖什么？